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先不用鼓掌，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，现在可以了。真的，你们很可爱，但是你们也很幸运，因为你们今天遇到的是在讲脱口秀的我，而不是工作中的我啊。我喜欢讲脱口秀，是因为它能够让我讲真话。以前没讲的时候，经常有人问我，说你为什么选择做一名消防员？我说因为喜欢，因为热爱。但讲了脱口秀以后，我得抒发真情实感。什么喜欢，什么热爱，不是还有责任、使命和担当吗？到做消防员以后，身边朋友说你现在变得是一身正气啊。不瞒大家说，小的时候我在我们村你要一提我，那也是人人喊打。我想想我以前做那些事儿哈，造孽啊！我小的时候啊比较调皮，喜欢玩火，当时灭火的方式也比较简单，我用水。我记得一天一盆水过后，火一点没灭，棉裤烧着了。当时我就总结经验，我说以后啊不能在下风灭火，太费棉裤。你知道在我们农村春耕的时候需要用火燎荒，我家地少荒少，燎得不尽兴啊。我把整个村荒全燎，大火烧2天，罚我爸6000。我爸跟我说他想要2胎，我说爸要2胎不还得罚你吗？我爸说可以先把你掐死啊。我当时不仅喜欢玩火，我还喜欢放炮，炮干放不尽兴啊。我往我家鸡窝里面扔，往狗窝里面扔，往我家菜窖里面扔，鸡飞狗跳，太刺激了。因为我妈从菜窖里爬出来了，当时我妈就炸了，喊我爸，我同意要2胎，把2小子掐死快。就我当时离开我们村来做消防员，那是带着我们村整个村民的希望。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干啥的，就是希望我离开。我走那天，村长都上我家送我，深情地抱着我，说太好了，赶快建设城市去吧，村里能败回来就败回来了。但我来到消防队，我发现啊，我很适合成为一名消防员，因为我第一次救火就受到我们队长表扬。我们队长说：“老二你可以啊，我还没等教你，你就知道在火场里判断风向。”我说：“棉裤给过我教训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这么从容，这么淡定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来之前我见过大场面呐。”就当时年轻被表扬以后啊，人就有点飘了。老战友看不下去了，拿话说我，说老二你现在哪到哪？我敢徒手抓这么长的蛇，你敢吗？我在火场里燃烧着的煤气罐，我拎出个仨，你敢吗？我当时年轻气盛啊，我说我用炮帮过我妈，你敢吗？那个我做了14年消防员，不是跟大家吹，以前二哥在无数次的灭火救援当中，我都是第一个下车，并且冲在前面的。因为作为一名消防员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当时出警的时候上车最慢。当然，谁不是生来都是一名消防员的？一开始出警的时候，我也害怕，我也恐惧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服装厂起火，火很大，我很害怕。下车的时候，我给自己打气，我搁那碎碎念，我说没有事啊，火不大，火不大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火不大。这个时候，我队长从我身边过，说老二，你说这火不大，你见过大场面呐？让我进去搜救被困者，你知道进去以后烟很大。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感觉到在不远处有2双眼睛在盯着我。我当时一咬牙一跺脚冲进去，成功救出俩假人模特。就有的时候想看清一个人真的很难。当时那个老板感动的都快哭了，说兄弟啊，你救出2件貂多好啊，比这假人贵多了。我队长还表扬我，说我冷静，说我在众多假人当中选择先救童装模特。提到消防员，大家都知道危险啊，
我也是在2年前受了一次工伤啊，我是这个右膝盖做的半月板2/3的切除和前交叉韧带的重建手术啊，比较严重。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平时大家知道消防员危险，但是不知道消防员究竟多危险，不知道打篮球的消防员多危险。神经病啊！我当时就站在场边，看他们消防员打篮球，就能给我创这样。创我的是我战友，是我最爱的人，伤我最深。我见过这么多次意外啊，就这次意外最让我意外。我当时躺在地上，我战友们全围了过来关心我，有的说冷敷，有的说热敷。我躺7、8分钟，没人领我看大夫。好不容易有个战友掏出手机，说：“老二，你不要着急，哥们儿找个明白人给你看一看。”后来问我生辰八字是多少。这个时候我队长过来了，我一看我队长过来了，我说队长完了，我可能是骨折了。我队长很严肃啊，不可能，我最有经验。你站起来，我看一下来。我猛地一站，就听咔吧一声。队长说：“现在这叫骨折，送医院。”来到医院，大夫很专业，一看片子，妈呀，你怎么整的？我不好意思说，我说我打篮球。他说：“完了，你以后打不了篮球了。你要是喜欢呢，你只能看他们打篮球了。”我没听大夫的，我不敢再看了。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，我饱尝人间烟火。你知道很多人问我说，你在进行一些比较危险救援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是像影视剧里想的那样，想奉献想立功吗？其实我没那么高大上，我没想过奉献，没想过立功，但我更没想过后退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二哥。来，二哥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二哥。二哥之前那个在线下的演出经验丰富吗？我接触脱口秀能有小3年半时间，演出机会不是特别多，因为我那个俱乐部现在也不怎么景气。哎，是不是跟毛豆一个啊？对啊，毛豆走了以后就更不好了。我为什么问这问题？我觉得他在台上还是很从容啊，对，非常从容，控台、控节奏、控和观众的互动，等观众的情绪反应的那个点位都是很准的。我喜欢，就是他的表演是那种元气充沛、浑然天成，就一气呵成的那种。可以。然后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人生的那个经验那些绑在一起，是根本不可能创作出来，所以特别喜欢。我是因为我们家有很多警察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消防员，所以他当时在讲他的那个他的一些窘迫的事情，然后他的害怕，他的脆弱，然后他的调皮捣蛋。就是这个形象，就是在我面前就是特别的鲜活了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讲是特别打动我的。好的，对这个调皮捣蛋，我觉得二哥就特别好的展示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登上一个这样为电视制作的一个节目的舞台，这是最好的呈现自己方式。就里面你瞬间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性格、他的人物，就这个人一下就火起来了。跟毛豆，你们本身那个。一块儿俱乐部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俩会交流梗的那种方式吗？因为他们出梗有一点点像，是不是？对，会交流。毛豆是我这个讲脱口秀领路人。领路人这个词儿挺少见的。啊，对，我是看了他以后，我感觉他就给的比较直接，我也比较喜欢这样。你知道他是海军，我是消防，你们那儿都凑齐了。对，他乘风破浪，我勇闯火场。看一下两个人的票数情况。一开始有点紧张，后来一点点就找状态，还行。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，我几乎做到了我能做到的最好。
很近，非常近。韩大狗228，二哥212，恭喜大狗进入到晋级区，二哥要在待定区稍微等候。